你好有缘人，改变不了的事就别太在意，留不住的人就试着学会放弃，受了伤的心就尽力自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面相这一门学问。古代人都很相信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将面相作为判定一个人命运的标准。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听到一些类似的话。这位女士，一看您的面相就是有福之人，这辈子啥都不愁，干啥啥顺。当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大家已经将这些神论当作是消遣笑话一般。事实上，真正有福之人看的不是面相，而是他自己的人品、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内在修为。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福之人，看看你有没有这3种特征。第一，善良。莎士比亚曾说过，善良的心地就是黄金。可见善良对于人们来说真的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倘若你想要成为有福之人，那么首先就必须为人善良。因为善良就像一颗美好的种子，有一天终究会开花结果，为你带来好运，甚至可以给你自己的子孙后代带来福报。人人都知道跳水皇后郭晶晶，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却少有人知道她夫家有个很有名的红色商人霍英东先生。霍英东先生为郭晶晶丈夫的爷爷，其成长在我国的动荡年代。那时候他已经是成功的生意人，但是看到自己的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便利用自己的生意为国家效力。战争时期的祖国百废待兴，各种军事资源匮乏，霍英东先生利用自己的船运生意，为祖国源源不断地运输了大量的军事物品和后勤物资，从而使我国元朝战争胜利，改变了国家的命运。霍英东先生也因为当年的善举，在逝世后享受了国葬的待遇。时代更迭到21世纪，霍家屹立不倒，并成为名门望族，而其子孙大多数也成为了各界的精英。到如今，霍启刚已是第3代，其家族不仅在商界依然叱咤风云，霍启刚最近更是成功当选为香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进入政界。这样的家族，你敢说他不是有福之家？而这种福气其实追根究底，得益于霍英东老先生早期打拼的商业帝国。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无需忧愁生活，更因为自己的爱国壮举影响着整个家族的政治家风，使自己的家族受人爱戴，持续辉煌。世间因果循环，霍英东老先生的善举福泽绵延，霍家用3代人的辉煌证明了这句话。所以不管我们是何种身份，记得一定首先要做个善良的人。只要你秉持善良，福气绝对不会吝啬来到你的身边。第二，孝顺。我们在赞扬和羡慕一位老人家的时候，一定会称他为有福之人。为什么？人老了啥也不图，无非就图儿女的陪伴和孝心。因此有福气的老人家一定是儿女在身边尽孝，承欢膝下。而懂得孝顺父母之人一定也是有福之人，因为他在以身作则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孝顺，到晚年之后，他的孩子也会学习自己的父母去孝敬长辈。由此可见，孝顺就像一颗善意的种子，生根发芽之后开出的花朵，美化着我们的生活。
郭德纲的德云社是个极其讲规矩的地方，尤其是郭德纲的那些徒弟对于郭德纲是非常孝顺的，因为徒弟们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郭德纲的确受得起，这并不是郭德纲显摆，而是郭德纲在教他们成为有福之人。郭德纲认为，只有在家就懂得百善孝为先的道理，在外懂得要有一颗善良尊敬的心，最终才会变成有福之人。事实胜于雄辩，通过郭德纲的教导，德云社的孩子们现在都陆续成了家喻户晓的角，被众多观众喜欢和认可，这就是一种福气。试想，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孝顺父母都做不到，在社会上怎么会有人愿意与之结交？怎么会有人认可？如果他连基本的社会认可都没有，他的福气又从何而来？因此，要成为有福之人，最基本的孝顺一定要铭记于心。第三，阳光的心态。有福之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有正能量，积极乐观。仔细想想，你见过哪个有福之人天天愁云惨淡？这不是说有福之人不会遇到难题，而是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选择积极面对。要知道，心理作用可以直接影响一件事的结果。当你遇到一件事情时选择积极面对，那么这件事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只会抱怨，那么这件事大概率不会成功。试问，就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有福之人，那你怎么会去研究和努力成为有福之人？想想抗战时期，我们的祖辈在物质基础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凭着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势必保护自己国家的目标，最终经过10几年的抗战取得胜利。这么难的情况，肯定会有人抱怨没有信心。但是当时的情况，我们退无可退，再退就是深渊，唯有振作精神，努力奋斗，才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所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想要成为有福之人，那就要拥有有福之人的心态，要积极、乐观、努力，不自怨自艾。做到如此，慢慢的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好运和幸福都会越来越多。因为好心态才能平淡看待人世间的各种好坏，然后选择遇见更多的好运。总而言之，好福气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靠的是我们自身的善良、孝顺和阳光的心态吸引而来。当然，如果你有以上3点，那么恭喜你，你就是有福之人。